回家吃饭，带同癫痫，癫痫良友邀您关注云享健康，创造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浩邦医药集团邀您收看云享健康。健康小剧场，哪有杀手像你这样的？果然是能力越大，能力就越大。哈哈哈哈哈！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让他一下。就这什么年代了？做事儿得讲究效率。慢，只是一种手段。我要的是攻其不备。果然能力越大，责任啊！行了，这次的这个人可不好对付。哈哈哈哈！你是忘记了我的称号吗？慢祖费。康复呼吸。漫天飞舞。绑，鬼影无形，夺命穿刺，嘿嘿嘿嘿。康复呼吸清新版。比杀手更快，才能自由呼吸。四大慢病之一慢阻肺，肺核号称无声杀手，发病率高，死亡率高。什么样的人群容易罹患慢阻肺？喘不上气，心口发闷，走2步就喘，这些症状需要警惕。云南卫视云享健康带您了解慢阻肺，
让医生告诉您如何避免，一起幸福呼吸。院长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延安医院的周旭。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关注且容易被忽略。2018年中国肺健康研究显示，中国慢阻肺患者近1亿，总体发病率8.6%，4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则高达13.7%。慢阻肺位列居民死因排名第3位。由于吸烟、人口老龄化、室内外空气污染等原因，导致慢阻肺发病率、死亡率均较高。之前我们收治了一例48岁的男性病人，他呢吸烟20多年，每天至少1包，最近5年经常咳嗽、卡痰，但程度不重，自己觉得是长期抽烟的都会这样，没有引起重视。到了医院检查发现，呼吸频率增快，呼气费力，口唇轻度发干，胸廓呈筒状，听诊呢呼吸音低，还有罗音。患者住院后通过积极的药物治疗，每天还进行呼吸康复锻炼，病情很快得到缓解。出院后在医生的指导下，患者坚持用药和家庭养疗结合呼吸功能锻炼，他的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等症状明显好转，至今未出现急性加重。2017年，幸福呼吸中国慢阻肺分级诊疗推广项目启动。项目以全国呼吸专科联合体为依托，全国31个省、39个慢阻肺分级诊疗试点地区和12个建设单位，通过基层医师慢阻肺知识培训、慢阻肺诊疗技术普及推广、慢阻肺疾病高危人群筛查、慢阻肺患者规范化诊断和长期随访管理、疑难危重症转诊及远程会诊，推动全国范围的慢阻肺分级诊疗与管理。慢阻肺病可干预性强，在疾病早期及稳定期，药物治疗能够有效延缓疾病进展，降低疾病负担，提升居民生活质量，节约社会成本。目前，慢阻肺趋于年轻化，尤其是长期大量抽烟或是有长期烟雾接触史的人群，要警惕慢阻肺可能。而将慢阻肺疾病患者健康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有望迅速改变慢阻肺病社会认知不足、诊断治疗不足和患者管理不足的严峻局面。那么日常生活中，心口发闷、咳嗽、透不上气、走2步就喘，哪些症状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呢？熟悉症状随时检查，警惕无声杀手慢阻肺。下节内容更精彩，云享健康帮您忙，医生教您如何面对。回家吃饭带同滇雪，滇雪菜籽油炒菌特别香，高原味，滇雪香。浩邦医药集团，民族的、中国的、世界的，致力于为人类创造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个性化定制，诊断及检查，尊享式服务。本节目由浩邦健康体检中心共同制作播出。健康访谈。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看云享健康。相信看了刚才的内容啊，大家已经知道这一期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呼吸。这说到呼吸呢，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呼吸，顺畅的呼吸对于我们的生命健康来说至关重要。那么呼吸系统的疾病您又了解多少呢？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昆明市延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肖毅医生。肖医生，欢迎您。主持人好，大家好。肖医生，这个说到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我们很多人可能熟知的就有这个老慢支，还有这个肺气肿。
慢阻肺这种疾病，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不太了解。那么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慢阻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老百姓常说的脑慢支肺气肿是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一种通俗的这种称法。但是呢，脑慢支肺气肿其实不能完全代表慢阻肺这个疾病。这个疾病的话呢，是因为这个肺和这个小支气管，长期受到一些致病因素的一些侵害，比如说烟雾啊、粉尘等，引起了这个叫做气道的慢性的炎症的这种情况，造成了这些小支气管的阻塞，然后就导致了这个就是呼吸的气流那个不能顺畅的进到肺部，就会出现缺氧、呼吸困难的色无可谈的症状。慢阻肺的话呢，它具有高患病率、高致残率，还有高病死率的特点。那严重的慢阻肺病人呢，就是可能轻微活动以后就会呼吸困难，导致这个病人活动能力的严重的一个下降，然后生活质量也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刚才听了您的介绍，我们感觉这个慢阻肺这种病啊，它是一个很严重并且很难治愈的疾病，是这样吗？慢阻肺是比较棘手的疾病，因为它是这个常见的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去关注、去治疗。那如果说早预防、早发现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控制慢阻肺发展到重症的这个情况？对的，对于这个慢阻肺的一个防控来说，早期的这种筛查、早期诊断，然后进而给予这个一些治疗上的干预，是完全可以避免这个疾病的一种进展的发生。那么在哪些人群当中，这个慢阻肺病的它的发病率会比较高？高危人群包括就是40岁以上的群体，特别是有慢性咳嗽、咳痰的这些人群，长期吸烟或者是接触二手烟的这些人群也是属于慢阻肺的高危人群。从事这个特殊职业暴露的一些工种，比如说像这种矿山作业啊，平时接触这个粉尘比较多，或者是这个油漆工，他经常会接触这种刺激性的物质，这些人群的话呢，也属于这个慢阻肺的高危人群。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些农村的话呢，是使用这种生物燃料做饭，因为接触生物燃料的话呢，也是对呼吸道有损害的这种物质嘛。如果一个家族里面有好几个这个亲戚有这种疾病的话呢，那他这个家族成员的话就要相对重视一下。但是家族遗传史的慢阻肺病人的话呢，占比不是很高。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婴幼儿时期呢，反复的这种下呼吸道感染的这种群体，属于慢阻肺的高危人群。那刚才您说的这些高危人群当中，我感觉就是我们接触最多的可能就是吸烟的人群了。对，非常正确。就是70%以上的慢阻肺患病和吸烟是相关的。所以的话呢，对这个长期吸烟的人群，我们需要定期的进行慢阻肺的筛查。通过肺功能检测的话呢，能及时发现这个病人有没有这种大小气道的气流受限阻塞的一个情况。肺功能检查非常重要，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要监测这个慢阻肺严重情况，必须通过肺功能检查。那我们吸烟的这部分人群，他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就应该提醒他去医院接受这个肺功能的检测。吸烟这个群体就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定期都要去医院进行这样一个检查。所以说看来这个吸烟就是这个慢阻肺的元凶了。所以这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这个
吸烟的朋友啊，一定要开始要把这个戒烟提上日程了。这说到戒烟，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难，这个戒烟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很多烟民是吸了戒，戒了吸，这个过程也非常的折腾。那除了自身加强这个意志力以外，从医学的角度上，肖医生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戒烟的方式？就是吸烟的话呢，实际上是一种疾病，叫做烟草依赖的这种成瘾性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的话呢，已经被列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疾病分类，导致我们对烟草成瘾的罪魁祸首的话呢，是烟草中的尼古丁的这个成分。那尼古丁成瘾以后呢，如果不吸烟，就会出现戒断症状。人群中呢，大约有70%的这些抽烟的人群，他们有戒烟意愿，用这个药物帮助的这种戒烟的成功率大概就只有3%到7%左右，纯靠自己的毅力。最重要的话呢，还是这个要评估一下，就是自己就是尼古丁依赖的一种程度。如果这个依赖是比较重的，就要寻求这种戒烟的帮助。3甲医院的话呢，都有这个戒烟门诊。医务人员的话会根据就是烟民尼古丁依赖的程度，制定个体化的一个戒烟计划。还有一个比较有效的辅助戒烟的方法，就是在家人的帮助下写戒烟日记，就慢慢的看到成效。这样呢能够增强这个戒烟的信心。那么刚才我们聊了这些啊，都是在说这个早预防、早发现慢阻肺病。但是如果不幸确诊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做的必须是先要戒烟。这个是最重要的。缺氧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呢，是需要进行长期的家庭养疗的。同时的话呢，慢阻肺病人还要进行适当的这种呼吸康复运动。因为呼吸康复运动能够提高这个患者的运动能力，减轻呼吸困难的症状，减轻这些焦虑啦、抑郁啦，然后减少住院天数和再住院率，然后最大限度的提升这个身心的这种机能和社会适应能力，给患者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都是如何来早发现或者早治疗慢阻肺的发生。那我们也知道慢阻肺其实它是一个慢性病，但它也有这个急症发生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识别和避免急症的发生呢？因为慢阻肺有3大症状嘛，咳嗽、咳痰、呼吸困难。那如果这3种症状出现了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就是超出了这种日常的一些情况，可能这个我的病是急性加重了，就需要尽快的去就医。有一些老年人就说这个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的症状可能没有变化，但是他出现了发烧啦、发腻啦，然后没有精神啦、昏昏沉沉的这些情况，这个也是需要警惕的。慢阻肺的患者比健康人的话呢，更容易细菌感染。秋冬季节是要非常注意的，天气比较寒冷，然后会导致呼吸道和肺部的抵抗力是会降低的，容易导致细菌感染，所以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我们也建议就是每年都要接种这种流感疫苗，当然还可以接种这些肺炎疫苗啦、支气管炎疫苗等等，增强这个免疫功能。相信呢，刚才听了肖医生的讲解之后呢，我们对慢阻肺这种疾病啊，已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虽然慢阻肺这种疾病是影响我们生命健康的这个沉默的杀手，但同时呢，它也是一种可防可治的呼吸慢病。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早筛查、早干预，规范治疗管理，同时呢，要提高公众的认知。关注您的身体健康，让我们从关注呼吸开始。好，非常感谢肖医生的分享。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看《云享健康之轻氧空间》。回家吃饭，带同癫血，感谢癫血粮油对本节目的赞助支持。轻氧空间。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临床养师牟波。刚才我们的大厨问我，这慢阻肺、呼吸疾病和食物也有关系吗？当然有，很多慢阻肺患者还伴随着不同程度营养不良的问题，长期下去会出现肌肉萎缩、骨质疏松，甚至是二并指。所以在日常饮食中，我们首先要减少碳水类食物的摄入，因为碳水类食物在人体代谢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的排出需要肺的呼吸来完成，所以吃太多碳水会增加肺部呼吸的负担，加重慢阻肺的疾病。所以一般碳水供给能量控制在55%以下。其次，我们的慢阻肺患者还要选择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摄入，比如说红色的肉类、鸡蛋、牛奶、豆制品等等，特别是赖氨酸的摄入，可以促进肌肉的合成。最后，碳水摄入减少了，可以通过适当增加脂肪的摄入来提高能量供给，也就是吃得稍微油一点。当然了，要吃健康的油脂，比如说橄榄油、茶树油、亚麻籽油等等。其实最好的膳食搭配还是建立在你对自己的了解之上。就像我们的大厨，因为了解了慢阻肺，所以给大家带来了今天这道能帮你减轻呼吸阻力的健康美食。你好，毛老师好，毛老师好，毛老师好。今天为我们制作什么美食呢？制作一道利用云南食材来做的一道叫石斛花羊肚菌焖火饭。那我们就选用这个滇南这一带的石斛花，你闻闻这个花香很浓郁的，特别的。对，这个。然后呢，我们用了这个也是云南特有。你看这个是维西来的这个纯羊肚菌，就这个季节有了。然后呢，我用的这个猪肉呢，你看我来自这个滇西的黑毛土猪肉，自然放养的，给它炙熟一半。你看，瘦肉多，肥肉少。火呢给它漂一下，把这毛给它去掉，刮干净。所以颜色就比较黄。对，我做呢，我是用那个淘米水，给它泡上1个小时，出来以后那个皮子是黄的。这道菜提供的能量比较高，还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对慢阻肺患者可以提高能量的供给和蛋白质的摄入，增加呼吸的动力和促进肌肉的合成。同时，这道菜几乎不含碳水，减轻了呼吸的负担，有缓解呼吸系统症状的好处。除了这道菜以外，在日常生活中，像清炖土鸡、清汤牛肉等也是适合慢阻肺患者食用的。我们先加一点油，不要给太多给姜片，葱姜片下去，首先给它垫个底，煎一会儿是吧？煎一下，放2粒下去，然后这个干辣椒，再放一点辣椒，香叶，这个时候呢，我们改成小火慢慢煎一下你看，那这个时候开火，你看我们就要把这个花雕酒，3年以上，3年到5年，这个花雕酒就要放下去，这个酒用量大。然后呢，我们给一点这个熬好的汤，你看毛老师，对，要没过汤我们用这个驼冬酱油来给它入味儿。云南人都知道这个用料比较大，云南独有的。很多地方还真不太常用这个对。烧到一半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反过来皮朝下，是这样的，对，这个秘诀。现在呢，我们就交给时间火滚了，我们给它把这个汁儿浇上去放点葱姜在上面1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就把这个羊肚菌放下去。羊肚菌都不用切的是吧？不用切，整粒的，把它放进去，它的菌香味就出来了。放一点点下去你看。这个不用很多。这个花味很浓的。为什么慢阻肺患者要吃相对高脂肪的食物呢？那是因为脂肪产生的二氧化碳比碳水化合物少，但是提供的能量却是碳水的2倍。因而慢阻肺患者摄入脂肪的比例应高于碳水，但要选择不饱和脂肪酸，最好是像鱼类、坚果类这类富含 N3 系列脂肪酸的食物。这种高脂肪、低碳水的饮食仅建议血液二氧化碳增高时采用，不建议长期高脂饮食。现在这个毛老师我们开盖了，你看。哇，这个美味。香了，你看是很香。是吧？到时候呢，直接就切几刀就可以了，它就很美了嘛，是吧？
我还要收个汁儿。我们给点小菜，小坛菜啊。芝麻花是可以直接吃的。可以直接吃，泡茶也可以。这个，啊，一道美食搞定。嘿嘿。好的，我们一道润肺、适当的高脂肪、高蛋白的美味就完成了。那么这道菜的名字是叫？这道菜的名字叫石斧花羊肚菌炖肉饭。同样都被抑制，外邦来宣看自己，放我民族一生嘛。牵着全面，只唱着这该有链子，光有着骨头的传链子，我要面子，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没什么别的事，跟着我年轻个子，山有当归枸杞够，山有当归枸杞够，看我这一把中央，不加一点骄傲。